大家好，我是令子，今天来给大家做一道香肠土豆饼。之前在学习西餐的时候，然后有一道培根千层土豆蛋糕，我自己很喜欢，然后想着回来可以做一些改良，加一些中式的味道在里面。我们先来准备模具，这个模具的内侧刷一层软化的黄油。我们在里面刷完黄油之后呢，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个烤盘纸，然后裁成合适的大小，卷进这个模具里面。然后之前在模具内侧刷黄油的原因，也是想让这个烤盘纸可以更好的固定在这个模具里面，让它不要滑动。敷完了烤盘纸之后呢，我们再在烤盘纸的内侧刷一层黄油。为了最后完成的时候呢，方便脱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非常有耐心的准备这个模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切香肠。我们把香肠切薄片片。土豆我们切成薄片。因为土豆非常容易氧化，所以我们尽量切的时候要快一些。我们切记千万不要泡水，因为我们要的就是土豆非常软软糯糯的口感。切好的土豆呢，我们把它放到碗里，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些黑胡椒，让它先有一个基础的调味。因为香肠它本身会有一些咸度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先不加盐了。再放一些淀粉。淀粉是为了增加土豆跟土豆之间的粘连性，然后用手把它们都抓匀。我们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入模具了。可以先铺一层土豆片，大概2到3片左右。接着呢，铺一层芝士。芝士的话呢，可以选用超市卖的披萨用的马苏里拉芝士，再铺一层香肠。每一层的时候呢，都要尽量把它们压紧。接着我们重复刚才的步骤，一层土豆，一层芝士，一层香肠。土豆片如果太大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改刀稍微小一点，也可以用这个模具本身的形状去把它压出来。如果快封顶的时候，一定是先铺一层芝士，然后再在上面用土豆片封顶。这样的话，土豆会比较好跟芝士粘在一起。烤箱预热到170度，然后把烤盘放进去，烤30分钟。烤到表面有这样微微金黄，就是烤好了。当然，今天我为了让它上色更好看，中途我有打开烤箱，然后再撒上一层薄薄的芝士上去。稍微等它们就是放凉一会儿，然后不烫手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脱模了。像脱完模的这个香肠土豆饼，我们可以放在准备好的吸油纸上面，让它吸掉多余的油分。然后用勺子一勺挖下去，有土豆、芝士、香肠，然后全部都在嘴里，就超级满足。